Nächstes Jahr werde ich allen hier Anwesenden, die Deutsch sprechen, jeweils 70% Geisterhöhung geben. Eine Gehaltserhöhung von 70%？ 涨薪70%！林瑶，你听懂了吗？没有，我不会德语。也对，你就会个英语，年薪才8万，真是可怜。我精通8国语言，我爸是外交官，我妈是同声传译。但5年前，一场车祸，他们都走了。我的简历上只写了一行：英语专业8级。我不想出风头，更不想被人翻出身世来同情。我只想守着我的猫，安安静静当个底层翻译。全公司也就6个人能涨薪70%，但这些都和我没关系。是肖萌。瑶瑶，老板刚才那句德语你肯定听懂了吧？70%啊，你怎么不举手？别闹，我不想暴露。你脑子有病吧？70%，你年薪8万，涨完就是13.6万，你租那破房子，冬天暖气都不热，你跟钱有仇啊Das ist ein guter Trick. Immerhin verstehen nur die wenige Leute aus der Deutschgruppe im ganzen Antentem das. Das bin halt. Das bedeutet, ich übe nur das Gehirn des Korn-Teams. Alle andere denken, ich würde ihnen nur leere Versprechen machen. Man sollte die leeren Versprechen etwas eleganter gestalten. Auf Deutsch formuliert wird es so, als haben Sie, Herr Jing, eine Internationalperspektive. Aber ehrlich gesagt, eine einfache Übersörin aus der unteren Erwähle wie Lin Yao ist ihr gesamtes Leben nicht mehr als 80.000 wert. Selbst wenn sie sich bis der Erschießung abreigt, wird sie niemals verstehen, worüber wir reden. Wie entschieden wir nächste Woche zu den Verhandlungen über das Projekt der Dongshan Group? Nehmen wir Su Wanshin. Ihr Deutsch ist im Unterstimmen das Beste. Und man sagt, Chef Gu von Dongxing ist sehr schwerlich. Bei der letzten Situation mit Skender hat er ihre Überzeiter direkt aus dem Sitzes angeschreien und ihm keiner per Respekt gebracht. Machen Sie sich keine Sorgen, Herr Zheng. Wanshin kommt damit klar. 林瑶，明天把上周的英文合同校对稿交给我。好的，郑总。3万字的英文合同，原意是苏婉晴，我通篇捋下来，改了47处错误，但苏婉晴只会觉得自己的业务水平拔尖。瑶瑶，你听说了吗？什么？下周东盛集团的项目经理让苏婉晴去谈。听说了。那你知不知道东盛的顾总到底是谁？是谁？顾晨舟，32岁，东盛集团总裁，去年福布斯榜排了全国第98位。据说他精通5门语言，就是脾气太差了，上次把定达的翻译团队整个给轰走了。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不觉得苏婉晴根本搞不定他吗？搞不定也不关我的事。唉，你这人吧，就是太能忍了。林瑶，你不是说大学选修过一点西班牙语吗？你把这份供应商报价单凑合翻一下。好的，陈总，我试试。选修过一点。实际上我在 X 国住了2年，西班牙语是我的第4谋语。差不多了，把精准译法换成生硬表达，再留2处小瑕疵，刚好符合选修过一点的水平。还行，就够了。林瑶，帮我把这些英文资料整理一下，我要准备下周东盛的项目。苏组长，这不是我的工作。怎么不是？你是翻译部的人，我是你的组长，我安排你做事，你有意见？好。哼。对了，明天部门有个小会，讨论东盛项目的对接方案，你就不用参加了。
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但你负责的都是基础校对，这种大项目确实轮不到你。我知道。哼。我在茶水间都听到了，他凭什么这么跟你说话呀？习惯了。你就不能怼回去吗？可他是组长。你要是把你精通多国语言的实力亮出来，他算什么组长？你到底在怕什么啊？其实我也不知道，可能只是怕被人注意到，怕别人用那种同情的眼神看着我，叹着气说：“哦，你就是那个父母出车祸的外交官女儿啊。”年糕，我今天又帮苏婉晴改了47个错误，她居然到现在都没发现。年薪8万，扣完房租、水电和年糕的猫粮，确实剩不了多少钱。喂，您好。您好，请问是林瑶女士吗？我是万和律师事务所的周律师。关于您父母留下的海外资产清算，目前已经全部核对完毕，有一些文件需要您抽空来所里签一下字。我说过了，那些东西我不要，全部捐掉。林女士，您父母在苏勒市的账户里有一笔……我不要。周律师，谢谢你，别再打了。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我们这次谈的是中东市场的供应链合作，涉及阿拉伯语的部分由对方处理，我们只需要做好德语和英语的对接。你有把握吗？当然，我在德国留学3年，这种商务谈判不在话下。苏婉晴的德语确实不错，日常对话没问题。但我翻过她之前的翻译稿，她的商务德语有一个致命的习惯，喜欢直列，而且从不注意德语商务信函联中的敬语层级。在日常交流中，这不算什么问题。但如果对方是个对细节极度敏感的人，算了，不关我的事。整理好了。好了。凑合吧。婉晴，东盛那日程提前了，顾晨舟明天下午就到，你准备的怎么样了？提前了，郑总放心，资料我都看过了，绝对没问题。好，明天你带一个人一起去，做现场的翻译支持，以防万一。那我带张浩吧，他德语也还行。张浩今天还在请假。林瑶，你明天跟我去吧。苏组长，我只会英语，德语我根本不会。哼，又不用你翻德语，你就负责在旁边做做记录，端茶倒水，专业的部分我来。就他，能行吗？放心吧，郑总，他去打个下手足够了。请问是中和国际的吗？是，我是中和国际翻译部组长苏婉晴，这是我的助理林瑶。好的，请稍等。顾总目前还在开会，请2位先到接待区稍坐。林瑶，一会儿进去你就坐边上记录，别乱说话，别出声，听懂了吗？听懂了。还有，一会儿称呼顾总的时候一定要用您，眼神不要乱飘。像顾总这种级别的人，最不喜欢不专业的表现。好。苏女士，顾总请你们上去。好的，麻烦带路。坐。
In dem letzten Konzept, das Ihren Webener Richtam uns zu abstocken vorstellt hat, würden 3 Zollange nach den Namen des Jahres 2021 verwendet. Wie lässt sich das erklären? 顾总，那份方案其实只是个初版。Ich habe auf Deutsch gefragt, also antworteren Sie mir bitte Eigsmach auf Deutsch. Ich möchte keine Zeit mit der Übersossenverschmidmerung verschwisten. Herr Gu, das Konzept ist nur eine vorläufige Forschung. Wir werden die Daten aktualisieren. Aktualisieren? Hat einer von Ihnen sich ja mit den neuen Zortbestellungen für Einführken aus dem nahen Westen in die EU im Jahr 2024 Ausnahre Geschäste? Die Änderungen in Punkt 3 und 7 schressen Ihren Spielraum bei den Anschorten direkt um 15% ein. Wissen Sie das überhaupt? 我知道，我在给苏婉晴的那份英文背景资料里特意标注过，只可惜她根本没仔细看。这个我需要回去再确认一下。你来之前没有做过任何功课。从刚才到现在，你的德语、敬语一共用错了3次。在商务谈判中，连续用错敬语，意味着你要么不尊重我，要么是你的水平根本不够。你是哪一种？顾总，我很抱歉，如果中核国际只有这种水平，我会考虑换一家合作方。别多事，你只是来打杂的，犯不上暴露自己。4000万的单子黄了，第一个滚蛋的就是你这种没靠山的透明人。3年都忍过来了，再忍一次就过去了。忍到最后饭碗都没了，看你怎么藏。Herr Gu, geben Sie uns bitte noch 5 Minuten. 你是？我叫林瑶，中核国际翻译部基础岗。基础岗？对，打下手的，端茶倒水的那种。5分钟。Die neue Sortregeln, die Sie gerade angesprochen haben, die Überhabung der EU-Einfuhrbestellungen für Ware aus dem nahen Osten im Jahr 2024. Nach Punkt 3 werden die Standards für die Ursprungsbesärigung von 6-zähligen auf 8-zählige HS-Codes ausgeweitet. Durch die Kombination dieser beiden Punkte verringert sich unser taktlicher Spielraum bei dem Ausbau um das 12%, nicht um 50%, wie Sie sagten. 12%? Erklären Sie mir Ihre Bewägelung. Auf Grade des Südfriehaudes von Zhonghe in den Ghaniten Araben Ierreiden können wir die durch die Ergrühung des HS-Codung verlöste Kostenstellung von etwa 3% ausgliedern. 你的德语在哪里学的？在柏林住过一段时间。你的敬语用得很标准。谢谢。你说你只是个打下手的。是。5分钟到了，不过我可以再给你10分钟。但条件是，接下来由你来谈。顾总，他不可以。我说了，他来谈。或者，我们现在就可以离开。苏组长，那我来。Dann beginnen wir neu mit dem ersten Teil des Konzepts. 既然提到中东市场，你们的方案如何规避潜在的宗教相关公关风险？ Wir haben 3 lokalisierte visuelle Konzepte erstellt, die gleich den Werdengesehren der beteiligten Regionen erstriegen, mit arabischer Sprachversion. 你还会阿拉伯语？那关于日本供应商的报价对比呢？他们提出的最新原材料折扣点，中韩如何应对？日方供应商在今年1月份的折扣是5%，我们的采购法折扣可以拿到8%，这些数据都在我们附录的表格里。方案的框架可以，细节部分我会让我的法务团队和你们对接。合作愉快，顾总。林瑶，对吗？是。
你浪费在基础岗上了。林瑶，你骗了所有人！苏组长，我骗人什么了？你说你只会英语，我确实主要用英语工作。你今天在里面，那是主要用英语的样子吗？你的德语比我都好，还有你那阿拉伯语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苏组长，东盛的项目保住了，不是吗？你少跟我扯项目，你就是故意的！你故意藏着掖着，不就是为了等这种关键时刻跳出来出风头，好踩着我上位吗？你以为你在顾晨舟面前表现一下，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了？我告诉你，回到公司，你照样是那个打杂的基础岗。瑶瑶，谈判怎么样？苏婉晴那个绿茶是不是彻底翻车了？项目保住了。保住了？怎么保住的？苏婉晴的半吊子水平怎么可能？等等，瑶瑶，是不是你出手了？改天再跟你细说。天哪，瑶瑶，你终于肯出手了，太爽了！我从来不想出风头，我只是不想失业。郑总，林瑶昨天在谈判现场擅作主张越级发言，他眼里根本没有公司的规章制度和层级秩序。项目保住了吗？保是保住了，可那是……保住了就行。东盛这个单子值4000万，昨天要是黄了，整个翻译部都得卷铺盖回家。郑总，但林瑶欺骗了公司，他入职简历上只写了英语专业，可他昨天的德语和阿拉伯语流利的吓人，这难道不算简历欺诈吗？他入职的时候有没有亲口说过自己不会德语？他虽然没有明确说过，但他简历上写了什么语言就只会什么语言。我简历上还没写我会打高尔夫呢，难道我就不会了？郑总，我不是这个意思。行了，别整天盯着同事那点私事，回去上班。林瑶，你的德语水平到底到了什么级别？能用。能用。昨天东盛那场谈判，我听说你全程德语无障碍沟通，甚至还用了阿拉伯语。只是日常沟通水平。日常水平？你知不知道，公司招一个像你这种级别的多语种翻译，年薪起码25万起步，而你拿着8万的年薪，在基础岗干了整整3年。我对目前的薪资没有意见。行，下午2点到1号会议室，东盛项目的后续对接需要你参与。陈总，东盛的项目一直是我全权负责的。你继续负责，但林瑶参与后续所有对接，这是郑总的意思。林瑶，你现在是不是特别开心，特别得意？苏组长，我只是在做分内工作。分内工作？你觉得你昨天踩着我出了一次风头，今天就能跟我平起平坐了？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在中核7年，从实习生一步步爬到组长的位置，你算个什么东西？一个满嘴谎言藏着掖着的骗子！你给我等着！瑶瑶，我都听说了，苏婉晴在办公室像泼妇一样骂你，你干嘛不还嘴啊？憋死我了！没必要，跳梁小丑而已。对了，瑶瑶，我刚刚去总经部送文件，听到一个绝密消息，东盛集团的总裁顾晨舟今天上午亲自给郑浩北打了电话，指名道姓，后面的所有项目只要你一个人来对接翻译。指名要我？对，苏婉晴怕是气死了。林瑶，东盛那边顾总指明要你做后续对接的翻译，从今天开始，你临时调入东盛项目组，但你的岗位还是基础岗，薪资暂时不变。等这个项目彻底结束后，公司会再重新评估。好。东盛的供应链项目分3个阶段，初步框架昨天已经谈完了，接下来是细节条款和合同文本的翻译对接，所有的文件都需要中、英、德3种语言版本。林瑶，你能同时处理这3种语言的版本吗？可以。陈总，他简历上可只有英语，德语真实水平到底怎么样还没经过专业考核，万一在合同文本上出了差错，这个责任谁来负？昨天的谈判就是他的水平。还有其他问题吗？没有就散会。你翻这么快，不怕出错？不怕。哼，你最好祈祷别出错。
喂，你好。林瑶，是我。顾总，有什么事吗？你今天翻译的文件我看了，有问题吗？没有问题。这是我近3年看到的最准确的德语商务翻译。谢谢。你不是基础岗水平的人。我目前的岗位确实就是基础岗。我知道，所以我很好奇。明天下午东盛有个内部会议，涉及中东市场的合作方筛选，我需要一个会阿拉伯语的翻译到场。顾总，这应该通过我们中和公司来对接。我知道，但我现在直接问你，你能来吗？可以。年糕，你的主人可能要暴露了。顾总好。来了。今天可能需要你做阿拉伯语和中文之间的同声传译。好，苏婉晴如果在场，大概会质问我的阿拉伯语是哪儿来的。答案很简单，我在开罗住过1年半，跟一个埃及外交官的女儿做了半年室友。هذه الشركة الصينية صغرها مرضي جدا. سنقوم لاحتفظ الصار بنابا 20 ملمائة لحظت وإذا لم يعوفوا سننتقل إلى شركة أشرة. 他以为没人听得懂，他们要压价20%，否则就换人。各位，关于刚才的报价，为了展现东盛的诚意，我重新拟定了一个阶梯式的合作方案。Everyone, regarding the proposition we just discussed, to demonstrate Dongsheng's sincerity, I've drafted a tiered cooperation plan. تعاون سهل سيد جو. 你听得懂阿拉伯语？只懂一点。你不只是一点，你刚才不仅听懂了他在私底下的嘀咕，还精准地判断出那句话对谈判的价值，然后提醒了我。我只是觉得这个信息对东盛有用。何止是有用？林瑶，如果没有你那行字的提醒，今天这个合同，东盛至少要亏800万。中和一个普通的基础岗翻译，不仅精通德语，还能听懂阿联酋的地方口音。林瑶，你到底会几种语言？我一共精通8种语言。8种。嗯。据我所知，你在中和拿的是8万年薪。对。你觉得这合理吗？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你有没有兴趣来东盛？年薪我可以给你50万起。如果你愿意，国际业务部的负责人也可以交给你，上不封顶。顾总，谢谢你的好意，但我暂时没有跳槽的打算。暂时？暂时。随时可以改变主意。谢谢顾总，我先告辞了。这种名片，通常只给对方需要知道你是谁的人。你在干什么？我刚刚经过，看到你电脑没关，顺手帮你关一下。我走的时候关了。林瑶，你今天下午又去东盛了，是顾总叫你去的吧？那是项目对接的正常需要。什么项目需要你去做阿拉伯语翻译？你的简历上根本没有写你会阿拉伯语，你到底还瞒着公司藏了多少？苏组长，你刚才动我电脑干什么？我没有动你电脑。
这文件夹里全是我平时用各国语言做的翻译练习。苏婉晴既然看见了，就绝不会善罢甘休。瑶瑶，你今天去东盛到底干啥了？苏婉晴下午在办公室跟疯了一样，还去翻你的电脑。我知道，我刚刚把她堵在工位上了。你知道？那你怎么不直接去告她？这算侵犯隐私吧？告她什么？没有监控，她不承认，我也没有直接证据。你也太好脾气了。算了，先不说这个。我今天在行政部听到一个惊天大八卦，你想不想听？你说。听说苏婉晴跟咱们陈宇飞陈总关系不干净。什么意思？就是字面意思。我在行政部管报销单，我查到这半年里，苏婉晴单独约陈总出去谈工作，一共17次，每次报销的酒店发票全都是城西那家温泉度假酒店。你品，你细品。萌萌，这跟我们没有关系。怎么没关系？陈宇飞就是因为这层见不得的关系，才把苏婉晴扶上组长位置的。论能力，他差你108000里。这种事没有铁证，不能乱说。行，我就是提醒你当心点儿。苏婉晴这个人心眼多，手段脏，他今天翻你电脑绝对憋着坏呢，你可千万别被他抓到把柄。好，我知道了，萌萌，谢谢你。该来的早晚会来。天哪，这封邮件明摆着就是冲你来的。陈宇飞，为了一个苏婉晴，你还真是舍得。林瑶，公司群发的邮件你看到了吧？看到了。那你打算更新你的简历吗？还在考虑。我建议你尽快。如果等公司亲自查出来你隐瞒技能，那性质可就完全不一样了。到时候恐怕就不是降职这么简单了。谢谢苏组长提醒。如果你在那里待不下去了，随时。现在还没到那一步。李女士，很抱歉再次打扰您，但这件事确实需要您亲自处理。您父母的遗产涉及多国资产，如果6个月内不完成清算，根据瑞士的法律，这笔资产会被自动移交给托管机构。多少钱？您父母在绥黎市的账户余额是470万瑞士法郎，另外还有一处慕尼黑的房产。周律师，我说了，我不要。但李女士，这折合将近5000万。你帮我找一个国际慈善基金，全部捐掉。如果需要签字，你把文件寄过来，我签。每一分钱都沾着他们最后那趟旅程的血迹，我一分都不想要。没事，你的猫粮不会断。今天召开全体例会，主要宣布2件事。第一件，东盛集团的项目初步对接已经顺利完成，项目的专项奖金下个月会随工资一起发放。第二件，关于员工简历信息更新的事儿，我注意到有员工在入职时没有完整填写自己的技能信息，我再次强调，公司要求所有信息必须真实完整，如有遗漏，请在本周内主动更新。郑总，我有一个问题。说。如果有员工故意隐瞒自己的核心技能，导致公司在人力资源分配上出现严重判断失误，这算不算违规？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某个员工简历上只写了英语1项技能，但实际上精通多种语言，
公司按照英语翻译的标准给他安排岗位和薪资，他也没有提出异议。3年下来，公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损失了大量可以利用的人力资源，甚至还差点因为小语种翻译不足而丢了项目。这种行为难道不该严肃处理？够了！苏组长，你说的那个人就是我，对吧？是又怎么样？你承认了？是，我简历上只写了英语，但我入职3年，每天都在完成英语翻译的工作，从没出过任何失误。我的岗位要求是英语，我满足了要求。至于其他语言，你故意藏着掖着。公司为了这些语言的项目，每年要花大笔预算去高薪招人，而你一个人就能顶替他们所有人。你这种自私的行为，难道不是在损害公司利益？苏组长，如果我一个人就能顶替所有人，那你的位置在哪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因为你突然发现我的能力远超于你，你怕你的组长位置坐不稳了。你胡说八道！我再说一遍，简历没写，不等于故意隐瞒。我选择只展示我应聘岗位需要的技能，这是我的权利。好，那我们先不谈简历。郑总，东盛项目的奖金发放是按照项目组成员的贡献比例分配的，对吧？对，这是惯例。林瑶是后来临时加入项目组的，她只参与了翻译对接，所以在分配奖金时，她不应该拿全额。婉晴说的确实有道理。林瑶毕竟是中途加进来的，是我指名要他的。顾总，您怎么亲自来了？顺路来送合同，听到了你们开会，门没关严。这个项目的核心谈判全部是由林瑶完成的，是他在最后5分钟救回了整场谈判，后面也是他用流利的阿拉伯语为我争取到了800万的利润空间。你们公司怎么分配奖金是你们的自由，但最好先搞清楚谁才是这个项目的关键人物。顾总，我还有后续东盛的所有翻译对接工作，我指定林瑶负责。如果他不再中和了，这份合同自动失效。顾总，您的意思是？字面意思，这份合同年度金额1.2个亿，换人，合同就作废。林瑶啊，从今天起你不再是基础岗了。那我是什么？翻译部副主任。至于薪资待遇，我们私下谈，绝对让你满意。郑总，这不公平！婉晴，坐下。Tu mérites un meilleur poste。我的天，林瑶居然精通8种语言，这实力也太恐怖了吧！而且那可是1.2亿的合同啊！顾总指名道姓，只要林瑶。法语那句你听懂了吗？听懂了。那你怎么想？我在考虑。不急，慢慢考虑。瑶瑶，你现在是翻译部副主任了！天哪，我要请你吃火锅庆祝！先别激动，这个副主任可没那么好当。啊？为什么？因为有些人不会善罢甘休。林瑶，你隐藏实力藏了3年，一朝得志，你觉得你往后的日子能好过吗？苏组长，你这是在威胁我？我是在好心提醒你，你以为升了副主任就万事大吉了？翻译部的人脉、客户关系、内部资源，这3年全抓在我手里。你一个刚上位的新人，没我点头，你什么都接不住。所以呢，你想说什么？很简单，副主任这个位置你主动让给我，你继续做你的对接翻译，拿你的项目奖金，我管部门，你管业务，各取所需，如何？如果我不同意呢？那我就让你知道，在职场里，能力从来不是唯一重要的东西。我们走着瞧。这咖啡真苦。苏婉晴，你说的对，
能力确实不是唯一重要的东西，但你错在以为那些所谓的人脉和资源只有你才有。郑总，法国里昂那个时尚品牌急着要全套的法语本地化方案，可咱们法语组唯一的翻译上周刚好请了产假，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林瑶，你能不能做品牌级的法语翻译？能。行，这个项目你也接了，立刻去办。C'est incroyable. Ce traducteur est-il français? Son phrasé est tellement élégant. Yes, yes, thank you。林瑶，法方的人非常满意，他们刚刚决定追加全套产品说明书的翻译，合同价值300万。你这个月的项目奖金我单独给你批，好好干，公司不会亏待你。谢谢郑总。林瑶，你真的会8种语言？嗯。你这种人才，在翻译行业有多稀缺，你自己知道吧？知道。那你为什么之前……算了，有一件事，我觉得还是得跟你说一下。苏婉晴最近对你的意见很大，已经找过我好几次了。我知道。你最好小心一点，她在公司有些关系。陈总，你和苏婉晴的事……什么事？没什么。林瑶，我跟苏婉晴没有你可能以为的那种关系。她升组长是因为她在公司够久，业务够熟，仅此而已。人心还真是个有意思的东西。林小姐，这是顾总专门让我给您准备的办公位，您看看还满意吗？这太大了，方助理，我只是来做翻译对接的，不用单独准备办公室。林瑶，我第3次问你，要不要来东盛？顾总，年薪80万，国际业务副副总，直接向我汇报。我还是……你不用现在急着回答我，但你要清楚一件事，中和已经装不下你了。瑶瑶，出大事了！苏婉晴把你给举报了。举报我什么？她说你在东盛做翻译的时候，私自向东盛泄露了我们中韩的内部报价策略。这是诬告。我知道，但她说她有证据。什么证据？她说她在你电脑上发现了一份文件，是你和顾晨舟助理方远的聊天记录截图，里面提到了中和的内部报价。我电脑上没有这种文件，因为那是他伪造的。我刚才偷偷瞄了一眼那张截图，上面的对话时间是上周3下午2点，可那个时候你就在公司和大家开会，所有人都能作证。既然如此，他怎么敢拿去给郑总看？因为他蠢啊，而且他用自己的手机 P 图，却忘了手机截图右上角的庄太蓝是国外牌子的，而你一直用的是国产机。萌萌，帮我个忙。你说。你是行政部的，帮我把上周3下午的考勤记录和会议室使用记录调出来，盖章打印。没问题，这个简单。还有苏婉晴那17次酒店的报销记录，你手里有备份吗？有。瑶瑶，你终于要用了。如果明天他非要咬死我，我就让郑浩北看清楚，他苏婉清的嘴里到底有没有一句真话。听说你被举报了。顾总的消息真快。方远跟我说的，需要帮忙吗？不需要，我自己能处理。你确定？确定。好，如果你处理不了，随时告诉我。不会有那一天。收到，年糕交给我，你加油打仗。林瑶，
苏婉晴举报你私自向东盛泄露了中韩的内部报价策略，他向我提供了几张截图证据，你有什么要说的？这些截图是伪造的。人赃并获，你当然会这么说。我可以证明，这是我和方远在企业微信上的完整对话，有服务器备份和时间标注，请郑总对比。和苏婉晴提供的截图时间确实对不上。他可能事后删了。企业微信有服务器后台备份，即使在员工端删除，后台仍然保留，任何人都无法篡改。另外，这个时间点，我在公司参加翻译部例会，这是调出来的考勤记录和会议室预约使用记录，所有人都可以作证。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这张截图的手机界面是国外牌子的手机系统，而我一直用的是国产机。苏组长，我记得你的手机就是这个牌子的吧？这说明不了什么，谁知道是不是你最近偷偷换了新手机？我入职中核3年 ，IT 部门的设备绑定记录随时可以去查。我林瑶从未使用过这个牌子。婉晴，这些截图到底是哪儿来的？我真的是在他电脑上看到的。这些截图从来不在我的电脑上，因为他们原本就不存在，是你自己亲手伪造的。婉晴，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伪造证据，诬告同事。苏婉晴，即刻撤销你翻译部组长的职务，如果再有下一次，公司直接解除劳动合同。郑总，林瑶，你满意了？苏婉晴，从头到尾都是你在找我麻烦，我从未主动招惹过你。因为你的存在本身就在招惹我。你明明会8种语言，为什么要藏3年？你让我这7年的努力像个天大的笑话。林瑶，关于你的情况，公司过去确实疏忽了，亏待了你。郑总，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你现在的薪资调整到年薪25万，另外，东盛项目的绩效奖金，公司会给你单独核算。谢谢郑总。还有一件事，顾晨舟是不是在挖你？他确实提过。那你的想法是？至少目前我还在中和。大快人心，苏婉晴被撤职了。早该撤了，平时傲的不行，全靠关系上去的。你还不知道吧？其实这几年苏婉晴经手的每一份核心翻译稿，私底下全都是林瑶帮她改的。天哪，真的假的？千真万确。这3年，林瑶保守估计帮她改了上百份。请问谁是林瑶？我是林瑶，请问您是？你好，我是华旗传媒的制片人邱晓通，我们正在筹备一个大型跨国纪录片项目，急需一位多语种的翻译顾问。华旗传媒，您是怎么找到我的？业内推荐。你最近主打的东盛集团和法国品牌的合作项目，在圈子里已经传开了，反响很好。邱总，具体是什么项目？一部关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纪录片，我们需要覆盖中文、英文、法文、阿拉伯文和俄文，共5种语言的同声翻译和字幕校对。我们找了3家顶尖的翻译公司，都没办法用一个人覆盖这5种语言。直到有人跟我推荐了你。谁？顾晨舟，他是我们这个项目的投资人之一。顾晨舟，怎么又是他？那这个项目的顾问费是多少？20万1个月，预计周期3个月，60万，这相当于我在中和不吃不喝3年的工资。邱总，这件事情我需要考虑一下。当然，我不急着要答案，但有一点我得提前说明，下个月项目正式启动，拍摄地点在中东和欧洲。如果你接了，需要出国随行2个月。什么情况啊，瑶瑶？刚才那个人是谁啊？那气场把我们主管都吓得不敢大声说话。华旗传媒的制片人，找我做纪录片的翻译顾问。天呐，华旗，那可是业内天花板，给多少钱啊？20万，2年20万，那也可以啊，毕竟是兼职。1个月20万，一个月20万，3个月不就60万？
你去不去？你必须去啊！这可是1个月20万啊！你在中核干到退休都挣不到这个数。可是，如果我走了，东盛的项目现在正是关键期，谁来对接？你是不是傻啊？人家顾辰舟都已经在亲自给你喂这种顶级资源了，你居然还在替中核操心？是啊，我在操什么心？行，知道你饿坏了。爸妈，你们留给我的，原来有这么多。瑶瑶，多学一种语言，就多一双看世界的眼睛。你能听懂一个人的魔语，就能听懂他的心。华旗那边的邱总今天找你了。找了，顾总，你为什么要帮我介绍这个项目？因为你需要走出来。你不了解我。我知道你父母是杰出的外交官，我知道你的全部背景。你调查我？在决定跟谁长期合作之前，我会彻底了解对方。林瑶，你父母是了不起的人，你不需要为了逃避失去他们的痛苦，把自己一辈子封死在阴暗的角落里。去看看吧，那条路也是你父母曾经走过的地方。也许你该替他们，也替你自己，重新走一遍。爸妈，这次我帮你们去走完。请2个月的假，林瑶，现在可是东盛项目的关键期，你这一走……郑总放心，东盛第2阶段的翻译稿我已经全部校对完成了，至于第3阶段，最快也要等3个月后才会启动。你是要辞职？只是请假，我会回来的。好，给你批2个月。谢谢郑总。林瑶，你回来之后，位置还在。好。你要出差？去多久？2个月。你知道吗？我7年前刚进中核的时候，其实和你一样，也只会1门语言。后来呢？后来我拼了命学德语，终于拿到了证书。我从实习生一步步做到组长。我一直以为我已经足够努力了，你确实很努力。可你呢？你什么都不用做，一出手就已经站在了我触碰不到的高度。8种语言，林瑶，你凭什么？凭我的父母，他们是用命换来我学这些语言的机会。瑶瑶，你放心，年糕交给我，我绝对把他当亲儿子养。别给他吃太多零食，他容易发胖。知道了，知道了。你到了国外一定要给我发照片啊！我要看骆驼，要看迪拜的大帅哥。好，一定发。林小姐，这么巧。顾总，你也在这个航班？东盛在独拜有业务，需要我亲自过去一趟。我记得你的纪录片项目第1站也是迪拜。对。那还真是巧。是挺巧的。顾总，商务舱明明很空，你为什么坐这儿？因为我买的就是经济舱。你父母留给你的那笔遗产。顾总，你连这个也查到了？别误会，周律师的事务所和我们顾氏有长期合作。周律师在业内念叨过，说他有个宁可领着几千元工资，也绝不肯继承千万遗产的倔强客户。同行的圈子就那么大，所以现在是全世界都知道了。不算全世界，就我一个人关心。我终于开始往前走了。你就是邱总推荐的林瑶，会8种语言那个？王导您好，
口说无凭，这是我们明天要用的阿拉伯语采访大纲，你先翻一段我听听。السؤال الأول بفتك شهيدا على الطواقة تجارية قديمة ما هالدرم لني ترها يالي الأساج الفارسي في الويك حريد بحي الحديد وكيف تتجاوى قيها جمال الهدة الجيومافيكا 行了，就他了，这翻译水平比前头那3家翻译公司加起来都强。 انت سنينة؟ عربيتك شكولها متعلة في القاهرة. نعم يا سنديدي لدت سقنت في القارة بذذ سنوات في طفلاتي أوه اللطأ عرب لققارة فيها نطمع عنيل جميلة. 我的祖父当年就是带着一卷手织地毯，从伊斯法尔一路走到了迪拜。 爸，当年的你也是这样用语言和这个世界对话的吧？林瑶，你翻译的太有感情了。明天去阿布扎比，用英语采访阿联酋投资人；后天去伊斯坦布尔，用法语采访法国考古学家。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王导。林小姐，顾总让我问您，今天工作顺利吗？顺利，不用管我。顾总让我转告您，他现在在迪拜塔58层的办公室，如果您在这边有任何需要，随时联系他。顾总。 吃晚饭了吗？正在吃。迪拜的饭菜不太合中国人的胃口。如果你想吃中餐，朱美拉海滩那条街上有一家四川火锅，味道不错，你可以去试试。顾总，你百忙之中抽空给我打这个电话，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关心你。我不需要你的关心，谢谢。好，不关心了，晚安。林姐，谁的电话呀？听语气，男朋友？不是，一个客户。客户？哪个客户这么闲，还特意打电话问你吃没吃饭，胃口好不好啊？一个多管闲事的客户。À mon avis, la route de la soie n'a jamais été une route concrète, mais plutôt un dialogue. Des personnes parlant différents langages et appartenant à différentes cultures s'asseyent ensemble, échangeant des marchandises et par le même geste, des confiances mutuelles. 他说，丝绸之路不是一条路，而是一种对话，是不同语言的人坐在一起，用货物交换信任。瑶瑶，语言能让你和不同的人对话，当你能听懂他们，信任就建立起来了。你走之后，公司把法语组和西语组全裁了，因为郑浩北说有你一个人就够了，7个人因为你丢了饭碗。林瑶，你开心吗？瑶瑶，别理苏婉晴那个疯女人，法语组和西语组裁员是因为他们2个组业绩年年点底，本来就要被裁，根本不关你的事儿，他就是嫉妒你，故意恶心你呢。我知道，我没事。那就好，年糕在我这儿挺好的，就是胖了1圈，我都快抱不动了。你快回来啊，我的钱包要被他吃空了。柏林，我12岁在这里住过1年。爸妈，我好想你们。 In Europa gibt es viele faszinierende Geschichten, die sich um das Ende der Silkleen rinken. So beschrieb es beispielsweise ein privater Sammler in Berlin eine ehrwürdige Kollektion von Ming-Porzellanien. Wie bedeut wurde, gelöckte dieses eins über die Silkleen nach Europa. 在欧洲，丝绸之路的终点有着许多迷人的故事，比如在柏林就有一位私人收藏家，他手里有一批极为珍贵的明代瓷器。据考证，那正是当年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欧洲的。 Leider ist der einere Besetzer dieser Porzellanstachen, ein bedeutender chinesischer Diplomat, vor 5 Jahren tragisch bei einem Verweineunfall verstorbt. Sina Tauter erritte diese Immens-Kollektion, doch sie ist bis heute nicht in Erscheinung getroppt. Herr Professor, dürfte ich fragen, wie der Verstepper chinesische Diplomat mit Namen war? Sein Name ist Lin Zhenguo. Professor, wo befindet sich jetzt diese Porzellansachtung, von der Sie gesprochen haben? Soweit ich weiß, befindet sie sich seit 5 Jahren in einem privaten Lagerhaus am Renzen von Berlin. Die gesamten Lagerkosten werden regulärlich von einer Anwasskansene in der Schweizer erheben.
瑞士的律所是周律师。爸，原来除了那6000万和房子，你还留了这些东西。为什么你从来没跟我说过？12岁那年，爸爸带我来勃兰登伊堡门。那天的冰淇淋也是开心果味的。到柏林了。你声音不对，怎么了？没事，风有点大。我在柏林，今天下午刚飞过来的，现在在酒店。晚上有空吗？顾晨舟，一起。为什么我每一次出差，你都能刚好出现在我同一个城市？因为你的行程表在邱小英那里，而中和是我投资的项目，我有权查看。那叫跟踪，顾总。不，那叫关注，有本质区别。顾晨舟，我找到我爸留给我的东西了。在哪儿？在柏林的一个私人仓库里，是一批瓷器，我以前完全不知道。明天下午我陪你一起去。Frau Lin, das ist der Lagerplatz, dem Herr Lin Zhengquart damals gemüntet hat. Wir haben Ihre Gegenschonne hier die letzten 5 Jahre für Sie einen wirklich Aufhalt. 瑶瑶乖，等爸爸看完这个摊子，咱们就去买最大的冰激凌，好不好？原来他都记得。3年了，我自欺欺人的把关于他们的一切都藏起来。我以为不碰、不看、不想，就可以假装他们从没离开，但原来他们一直都在。你爸是个了不起的外交官，我知道。那你也应该做一个了不起的人，而不是把你满身的才华继续藏在那个年薪8万、任人揉捏的工位上。周律师，我想处理一下遗产的事。林女士，您终于……苏黎世的账户资产按原来的方案捐出去，但柏林的那批瓷器我留下。明白了，我马上安排。还有一件事，您说。我爸当年有没有留过什么信或者私人的东西给我？是有一封亲笔信，林先生当年特意交代过，只有在您愿意去仓库取瓷器的时候，才能把信交给你。小瑶，如果你看到这封信，说明你终于愿意打开爸爸留给你的东西了。爸爸知道，你一直在逃避。你妈妈和我走后，你大概会把那些语言也一起封存起来，因为每一种语言都连着我们。你说一句德语就会想到柏林的冰激凌，你说一句阿拉伯语就会想到开罗的星星。但是小瑶，语言不是枷锁，语言是翅膀。你妈妈用一辈子架桥，我用一辈子种下种子，你就是那座桥，也是那颗种子。不要把自己缩在暗处，发光吧，然后去做你应该做的事。爸爸永远爱你。爸，谢谢你。Quand je suis arrivé à Paris à 25 ans, je ne parlais pas un mot de français. Le premier jour où je suis allé chercher des Marchani, on m'est montré du doigt en m'insultant. « Chinois, rentre chez toi !» À l'époque, je ne comprenais rien, alors j'ai souri bêtement en direction de cette personne. Et puis j'ai mis 10 ans à apprendre le français couramment, et encore 10 ans pour que tous les Françaises de la rue m'appellent respectueusement Monsieur Zhao. La langue, elle n'est pas faite pour traduire, elle est faite pour qu'on vous respecte. 后来，我用了10年时间把法语学得滚炉烂熟，又用了10年让整条街的法国人都得恭恭敬敬地叫我一声赵先生。语言这个东西啊，不是用来翻译的，是用来让人看得起你的。林瑶，你的翻译真的让我听哭了。同志们，2月5个国家8种语言。我们的纪录片今天正式杀青了。林瑶，你一个人干了5个翻译组的活，我拍了30件记录率，还从没见过像你这么厉害的翻译。王导，您过奖了。真不是过奖，要是没有你，这部纪录片至少要多花200万请翻译团队。敬林瑶，敬林瑶。爸，你说的对，语言不是枷锁，
它是我的翅膀。瑶瑶，这儿，欢迎回来。年糕，你怎么胖成这样了？这得胖了有2斤吧？2斤半。这家伙天天在家里大吃大喝，我拦都拦不住，跟个无底洞似的。瑶瑶，你不在的这2个月，公司发生可多事儿了。苏婉清的事，对，她被调到行政部之后，天天被穿小鞋。结果上周有人在公司内部论坛匿名发了陈宇飞跟她在酒店开房的报销单，证据确凿，洗都洗不干净。陈宇飞呢？他被郑总当众警告了1次，现在都抬不起来。苏婉清嫌丢人，前天已经主动递交辞职信走了，现在翻译部群龙无首。现在翻译部主任的位置一直空着，我想来想去，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人选了。年薪多少？35万，另外年底还有项目奖金和分红。好。我知道你们很多人现在心里在嘀咕，一个在公司藏了3年不显山露水的人，凭什么一回来就当主任？我不打算解释，也不需要解释。从今天开始，翻译部用成绩说话，往后每一个人的翻译稿我都会亲自校对。我的标准只有一个：准确。专业上有欠缺的，我教；教了还做不到的，立刻走人。翻译不是文字游戏，一个贸易合同里翻错1个数字，可能就是几千万的损失。严格是基本要求。林主任，那个传闻是真的吗？你真的会8种语言？那您能教教我吗？我最近在死磕法语，但是语法太痛苦了。可以，以后每天下班后在隔壁会议室，我给你补半小时。真的？谢谢林主任，谢谢。陈宇飞，你看看这报告，早知道林瑶有这本事，我半年前就该让她当主任。是，林主任确实有能力。顾总，林主任，恭喜升职，谢谢。年薪35万。对，我之前开的价可是80万。我知道。你还是不考虑来东盛？暂时不，不过真的很谢谢你这一路以来的帮助，从那张名片到华旗的项目，还有在柏林那天。你不用谢我，那些不是帮助。那是什么？是我想做的事。这周末有空吗？有什么事吗？吃饭，不谈工作，不谈项目，只是吃饭。好。顾总，这车跟你的身份可不太匹配。车是用来开的，不是用来看的。这家的刺身确实新鲜。这是全城最好的一家。你怎么知道？我吃过全城所有的日本料理店。看不出来，顾总还是个美食家。小时候在日本留过学，习惯了。难怪你日语说的那么好。那德语呢？在德国读的 MBA， 英语是基础，法语学了一半放弃了。放弃？这可不符合你顾总的作风。太难了，法语的语法简直像走不出的迷宫。其实法语的逻辑性最强，掌握了规律，很简单。要不，林主任教我？顾总，你今天请我吃饭，该不会是为了让我免费当你的法语代教吧？不是，我请你吃饭，只是因为我想见你。顾总，你……林瑶，我说话比较直。从柏林那天开始，或者更早，从你在东盛第一次开口说德语那天开始，就什么？我就觉得你是一个我绝对不想错过的人。顾晨舟，你是东盛集团的总裁，我只是中韩的翻译部主任。所以呢？你的世界和我的世界
不一样。我的世界里，现在只有你。你这个人说话也太什么？太直了。你不喜欢？没说不喜欢。明天我出差去韩国。去多久？1周。好。你会想我吗？不会。说谎。一点点。上去吧，到家给我发信息。瑶瑶，听说了吗？苏婉晴彻底完蛋了。怎么了？苏婉晴栽大跟头了。她去的那家新公司，一份德语合同的关税缴管被她翻错了，直接让客户亏了2000万。现在那家公司向她巨额索赔，把她扫地出门了。别讨论了，工作。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苏婉晴选择了投机取巧和嫉妒，这就是她的代价。喂，您好。小瑶，你是郑国的女儿小瑶吗？张伯伯，您是外交部的张伯伯？是我啊，孩子，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你在纪录片里担当翻译顾问。小瑶，你爸妈在天上要是看到了，一定骄傲死了。张伯伯，您怎么认出我的？你跟你妈妈年轻时候长得一模一样，而且你的阿拉伯语带着你爸特有的开罗腔，我一听就认出来了。小瑶啊，你爸爸走之前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我家小瑶以后会是比我更好的乔。顾总，大半夜的，刚从韩国回来，不回家睡觉？想你了，陪我走走。走吧。纪录片我看了，评价一下。配不上你的翻译水平，导演的剪辑和节奏一般。你别这么挑剔，那可是王导。我是认真的，每一场采访，你的翻译都不只是在机械的转换文字，而是在传递镜头背后最真实的情感。我爸以前说过，听懂一个人的母语，才能听懂他的心。你做到了。东盛明年要成立一个国际文化交流部，专门负责跨国文化项目，包括纪录片出版、展览和国际论坛。我需要一个一把手。顾总，你这又是来挖我墙角桥了？不是挖，是为你专门造一个位置。你不适合只做一辈子基础翻译，翻译只是你的工具，你应该用这个工具去完成更大的梦想。你父亲收藏的那批瓷器，可以做个国际展览，丝绸之路上的中国瓷器，用你的8种语言把它讲给全世界听。顾总画的饼很大，那年薪多少？你说个数。你虽然有钱，但我不想占你便宜。那我占你便宜。什么？做我女朋友，工资就免了。顾晨舟，开个玩笑，年薪100万，外加项目分红。但是，女朋友那个提议，我是认真的。我需要考虑一下。考虑工作，还是考虑我？都要考虑。好，给你3天。1周。5天。成交。考虑好了。2个，我都答应。林瑶啊，你走了，我们翻译部可就真塌了半边天。你绝对是中核历史上最被低估的员工。郑总，别这么说，我很感谢您在最后给了我证明自己的机会。机会是你自己挣来的。不过我一直有个疑问，年会那天我用德语说的那些话，涨薪70%，你当时真听懂了？听懂了。那你当时怎么不……哎，算了。
祝你一切顺利。谢谢郑总。该走的路我已经走完了。介绍这个韩永波，这个。郑国，你闺女出息了。林瑶，太震撼了！今天的开幕式简直是现象级的，把这个展览拍成我们纪录片的第2季，你觉得怎么样？邱总，当然可以，具体的合作细节我们可以随时谈。林瑶，当初拍纪录片的时候我就说过，你这丫头绝对不只是个单纯的翻译。王导过奖了。李女士您好，据我们了解，您精通8种语言，但之前却在一家贸易公司做了整整3年的基础翻译，年薪仅仅只有8万。请问您当时为什么要隐藏自己如此优秀的能力呢？因为我曾经一直在逃避。我所掌握的每一种语言都深深连接着我父母的记忆。他们去世后，我以为只要把这些语言藏起来，我就可以不痛，就可以假装那些伤口不存在的。在我发现它一直在你的骨子里，静静地等着你再次开口。那究竟是什么契机让您最终决定打破沉默，重新开口的？是一封信，我父亲生前留给我的一封信。他在信里对我说：“发光吧，然后去做你应该做的事。”你怎么来了？你怎么来了？我在新闻上看到你了。这些就是你爸爸的收藏，很漂亮。林瑶，我欠你一句道歉。我以前真的很嫉妒你，从你第一次说德语的那天开始，我就嫉妒得快要发疯了。凭什么就是你什么都不用争，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站在我头顶上？我接受不了，我真的接受不了。所以你选择了诬陷。是，但我也自食其果了。离开中和后去的那家翻译公司，德语合同的事，你应该听说了吧？因为你以前帮我改稿子，我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真实水平。等你不在了，我才发现。苏婉晴，你的努力不是假的，能当上中和的翻译组长，你那7年的德语也不是白学的。你只是在后来被嫉妒蒙住了眼，选错了方向。你不恨我吗？不恨。那伪造聊天的事都过去了，你和以前真的完全不一样了。以前的我连真实的自己都敢面对，现在的我很喜欢现在的自己。展览办得很好，你爸爸在天上一定很高兴。谢谢。Linjao Saatgeld des Kulturreichen und Deutsch hat das von heute endlich Blumen getragen. Danke, Professor Schmidt. Songenaga husla ala boyu de nuher. 这是我收到过最珍贵的礼物，谢谢你。小瑶，你爸妈当年没走完的路，现在你在替他们走完。我会一直走下去。赵先生敬你。累了。有一点。5个城市2个月，你一个人扛下了所有语种的解说和翻译。习惯了。不要习惯一个人扛。这不是求婚，你别紧张。定制的，因为你说你爸说过，你是那座桥。中文、英、德语、日人、法语、韩语、西班牙、阿拉伯等等，这是9种语言。对，我学了3个月，就学了这1个字。顾晨舟，你这个人怎么？太会了。只对你。林总，今年营收又涨了30%。你今年的年薪应该调了。多少？你说。1块钱。你认真的？
剩下的年薪拿去成立一个奖学金，专门补图那些学语言的年轻人，用我爸妈的名字命名。好，林振国、陈映雪语言奖学金。你怎么知道我妈叫什么？我是你老公，我还不知道你妈叫什么。这不是那个暖气不好的出租屋了，但我有时候还是会想起那个窗口，想起我蹲在那里喝蛋花汤的夜晚。那个时候的我精通8种语言，年薪8万，养一只猫，拒绝5000万的遗产。我把自己藏在最深的角落里，以为只要不说话就不会痛。我爸在信里写：发光吧。我花了很久才学会发光。但还好，我学会了。